浪不是很大啊，我们可以抓螃蟹，还有抓那些墨鱼了啊。清晨，挠洲岛上最年轻的跑海父子兵已身在海上。清明节将至，父子俩今天的目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生物。今天的目标是虎斑乌贼，有难度了，因为我们那个湛江的拜祭祖先啊，要那个虎斑和乌贼，清明前就多一点，过了之后就很缺了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，比打工好得多了。好了，下完一。今年27岁的小黑是岛上的第5代渔民，刚刚下完，和父亲的埋头苦干相比，小黑的跑海方式更着重于分享。分享战利品，分享美图美景，分享收获心得。马上开啦，第2包网啊！我希望那个墨鱼满载而归，还有那个螃蟹啊，越多越好。上货了啊，上了一个3点蟹。哎，哈哈哈！慢点，帮忙那个，可以吧？哈哈，哎，运气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有收获了，有了4只了啊！哼哼，还算不错吧，捞了几只，差不多照这种价格也有几百块在里面，还算运气好。小黑捕捞到的墨鱼，学名叫虎斑乌贼，洞部呈盾形，洞背具有虎斑纹，口腔藏在头顶上，口的周围有8条腕，还有2条长长的触腕。大的虎斑乌贼有将近10斤，遇到敌人时会喷射墨汁，趁浑浊污水而伺机逃离。在湛江，墨鱼是清明祭拜的必需品，用原汁墨鱼祭拜祖先，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肚装墨水，学业有成。在老广的食谱里，墨鱼的吃法五花八门。墨鱼切花后白灼蘸芥末，热油猛火爆炒墨鱼片，原汁墨鱼下锅卤水，都是老广最为家常的做法。近年来，粤菜大厨物尽其用，将墨鱼汁融入粤菜，创作出吸引眼球的黑暗料理：墨汁豆腐、墨汁炒饭、墨汁烩墨鱼片等。清明节后，虎斑乌贼远游外海，休渔期也如期而至。小黑的谋生区域只能转战近海，一只鱼叉，一把手电筒，一个浮水胶箱，加上一幅自制的潜水镜，就是小黑成套的问食工具。来潜那个乌沙参，每年的那个5、6月份就是那个乌沙参就比较肥美的时候。我那个潮水适合抓了就下去抓，有的时候晚上也可以，有的时候是5、6点，哪个要看那个水清晰度吧。前面1公里的礁石浅滩是小黑最熟悉的地盘，虽是浅滩，但风险却无处不在。吸一口气，潜1分钟，如此反复，体力消耗得极快，肌肉因疲惫而抽搐，也是时有出现的状况。有水的时候突然间抽筋，这是不敢动，2个小指嘛就搭在一块，就动不了，一踢就痛，一踢就痛。有的一个比较浅的地方，一边脚可以站了，就上来就游嘛，再松松那个筋骨不就行了嘛。几乎没有借助任何的潜水工具，小黑开始在海域搜索目标，身后还拖着一个浮箱。乌沙参一般藏匿在海下2至4米的礁石底下，要找到它，就要像小黑这样肺部蓄氧，体力、眼力都要甚好才行。抓那个乌沙参的时候，就是它，因为它每次那个涨潮嘛，它就把那个嘴就伸出来，就看到鱼点，然后就拿手拿着那个参的嘴，直接就拉出来了。大部分都是在那个石缝的底下面。海参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海鲜之一，
因为其全身长满肉刺，呈菜花状的嘴又硬又黑，而且沙多气腥，被不少人称之为恶心的食物。乌沙参是海参的一种，这种丑陋的食材自有其神奇之处。它遇到天敌偷袭时，会迅速地把体内的五脏六腑一股气喷射出来，瞬间给敌军提供大餐，然后自身借助排脏的反冲力逃得无影无踪。而大约50天左右，它又会长出一副新内脏。一浮一潜，以扫雷般的视线进行地毯式搜索。休渔期后的第一潜收获还算惊喜。上岸后的小黑匆忙赶往表哥的海产店，打包冷藏是保持海参鲜度的有效方法。嗱，你喺成喎，可以嘅嘛？如多計啊？啊，就係一個朋友拖，你喺成日都可以幾啊件啊？可以嘅咯。哦，喺成種子娃都，仲有話到。有呢個嘢喺頭崩機啊？啊，可以有開哈。有開對對。在疫情的笼罩下，网络销售成了小黑和表哥的唯一出路。小黑每天跑海的渔获，绝大部分经网络销往外地。没想到，这反而比在当地的收入更可观一些。海参，这种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怪异食材，向来是老广家宴上的珍贵之品。葱爆海参、凉拌海参、海参蒸蛋，10个老广就有10种不同的烹饪方式。而在挠洲岛，渔民却通常用乌沙参焖鸭或炖鸡。来了，海参焖鸭来了啊！吃，快吃了。我們有高椒咧吧？有啊。俾椒啊，矮貴咧個最慘。海洋是人类的粮仓，那些来自海洋的慷慨馈赠，从外表到风味，每令我们惊叹，会情不自禁猜想，这一片深蓝里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奇特的生物？要想得到海底世界的这一口鲜美，需要勤劳加勇气，技术加坚毅，才能换取。1年前，因为热爱赶海，勇气爆棚的黄贤栋放弃在深圳优渥的工作，回到故乡继承祖业，成了红海湾的新渔民。不是每一次的放弃都能迎来新生。1年過去了，黃賢棟的漁民生活還好嗎？係。我落啲叫做高鐵啊，同埋剩翻我哋都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你喺落得乜夠你媽教，同埋基礎啊，我做好而家係問題，一起咯，同呢件事一樣，啊必須都係，好。7月頭1周，新漁民黃賢棟和妻兒迎來了疫情後的第2次相聚，這距離上一次見面已整整2個月。這是今天的漁獲，這個是海膽、石頭蟹，這個苦螺雖然長得醜，但是很鮮甜。沒有老婆的支持，我也不可能回來紅海灣趕海。去做吧，給你1年時間，不成再回深圳工作。這是妻子在2019年10月給黃賢棟的回復。在妻子的鼓勵下，黃賢棟放下了平面設計師的鼠標，轉身走回了祖輩的謀生之路，趕海。這邊資源豐富，我也喜歡做我自己的事業，拍視頻啊什麼的，把自己家鄉的美的一面，很好的一面，然後展示給外面的人看，然後讓更多的朋友來觀光旅遊。距離黃賢棟與妻子的1年之約還剩3個月，黃賢棟的漁民之路真的能順利走下去嗎？
哎，看了，王酱。叫爸爸，叫爸爸。石板烧油斑仔、海蟹砂锅粥、清水煮苦螺，在过去的10个月里，黄贤栋除了熟悉赶海捕鱼的技巧外，还在烹调海鲜上下了不少功夫。點啫？茶即係香嘅會冇啫？呢個啫，係唔可以吸金碟啊！我唔掂，吸啲一年嘅時間熬幾日10個月嘅哦，春暖過呢一陣班。我感覺上海咧慢慢啊，想轉變為百行線嘅機器，做成日做工可能會較賺緊啲，但是時間還是唔是一創作到時候，靠家己嘅盡力去做咯。啊，做幾做，如果實在無變咧，喺度做唔起咧，天注定。我早有掛客抖音來啊，伊本來去多看，我早多通去那個嘛。啊，都坐好啊，不要害怕。哎，前面就是青鸟尾岛，我们平时赶海就在这附近，在那附近的话抓蛇鳗比较多一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形式由2个船桨加1个泡沫板改造而成的游船，是黄贤栋回乡后的谋生工具。由于跨海的流域水浅石头多，当地渔民到青鸟鱼岛赶海，几乎都依靠这种 DIY 游船。蛇鳗呢，它喜欢在晚上才出来觅食。今天晚上的话，大概6点多我们才放地笼。啊，我们先过去那个点看一下啊，走。装捕蛇鳗需要耐性和运气，2者缺一不可。等待是登岛之后的第一步，退潮期下笼，涨潮期收笼是惯有的装捕技巧。这个是沙丁鱼啊，就是引诱那个蛇鳗的，从这个洞口进去，搞个3、4条的，5、6条都 OK。这个东西一定要搞紧它，不然的话它松了，然后那个蛇鳗它就跑掉了。然后我去放给你们看。那个地笼就投在这种黑黑的地方，看不到底的，然后投下去，就这样，就是慢慢的这个留在这里就行了，看一下有没有在那个礁石中间。好，等1个多钟太阳下山了，我们再挂手，好吧？黄贤栋口中的蛇鳗，学名叫油锥。蛇鳗喜栖息于岩礁的洞穴和缝隙中，以食无脊椎动物为生，日间多会躲在石隙中，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。油锥生性凶恶，一旦被扰，即会马上还击。好，我们今天看一下有什么收获，抓了几只螃蟹，啊，然后我们等会搞个粥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好重，估计这个有了。哇，一只，哇，哎呀，不错，那条挺大的。哎，这里还有，估计有8、9条了。小的怎么处理？小的扔掉咯，扔掉。小的那个半生了，只能半生了。大的我们就拿去煮。晚上清蒸还是红烧？你们喜欢红烧也行，清蒸也行。清蒸。在红海湾烹煮蛇鳗最传统的方式是砂锅焖焗。蛇鳗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，一把盐巴撒下去，就能让蛇鳗不停翻滚，以此去除其皮脂黏膜。为了防止被咬伤，得先去头，再斩件。当地人会加上生粉、酱油搅拌均匀，下油锅让表皮炸至酥脆后起锅。另一边把备好的五花肉、姜、葱、蒜和辣椒爆香，待五花肉的肥膘油脂爆出后，即下蛇鳗和花生翻炒。与此同时，还得把砂锅烧热，把焖煮好的蛇鳗放进砂锅焗上3分钟。经历炸、炒、焖3个环节后，红海湾酱香焖蛇鳗正式出炉。
这个我们当地最常吃的一种方法，就是花生跟那个五花肉一起去焖煮。这个呢就是生焖油锥，这个是清蒸油锥，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味道怎样啊？好嫩，好嫩是吧？今天都辛苦了，大家，赶海都不容易，大家都辛苦身体健康。亲身体验赶海的乐趣，品尝自己打捞回来的战利品，是黄贤栋这份海上导游工作的广告语，也是他开创的另一种谋生方式。你9點票9點啩？好吧，我過好啦。不要，看妈妈回来的吗？尊重是最好的成就，不管1年之约结果如何，妻子都已下定决心，默默支持黄贤栋的所有决定。要好啊，你加油啊！哎，好好的，跟爸爸再见。再见，爸爸再见。真正的美食家，从不过度注重食物的颜值，因为那样极有可能与美味失之交臂。真正领悟了何谓化丑陋为神奇的，是梁冠宏、李月香、甄姐、小黑，还有黄贤栋这样的平常人。他们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一双创意无穷的手，让各种原本难入法眼的食材脱胎换骨，拥有了令人一品难忘的滋味，最终演绎出餐桌文化的独特一面，食不可貌相。